Hello， 大家，今天要来看的是40岁以前想达成的10件事第3集。本集小雀和庆司即将去完成列表上的第2件事，去海洋公园。我们赶快来看看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。什么意思？睡不着？あっという間に月曜の朝が来てしまった。ソースついてる。你是怎么了？不敢去公司面对他吗？次の土曜日、楽しみにしてます。你不会星期6的约会，星期1就在紧张了吧？没这么夸张吧？看你还是蛮新期待的嘛。自炊しない人？いや、する。意外。なんかいいですね。现在生活中每个细节都会想到他哦，小雀你完蛋了，这才开始多久？俺が取ったんだから似てる。怎么样？想到庆司是幸福的吧？キ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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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どんな顔して会いいんだ。果然是害怕在公司面对他。这个慢动作背景音乐。東條さん。はい。ナチュレクト社が企画を1ヶ月前倒したいって。え？東條さんやばいっす。経理部社のプロモーション会場使えなくなっちゃいました。工作一忙起来就完全没空在胡思乱想。経理部社に。今救急車で。え？救急車？はい、駅の階段から落ちてしまって。なんだこの慌ただしさ。すずめ。新規案件のお願いなんだけどさ、人員何人か回してもらうことってできん？是绝望的眼神。C 帕啦。没想到哦，就写了那个列表之后，现在生活的大事都变成了小事了。虽然你本来生活就没什么大事。間に合う間に合う。東條さん、全然時間が足りません。時間はこっちで何とかする。心配しない。すいません。脳のストレージ全然足んない。辛苦了，至少周末要去约会，这个日子还有盼头。無理。無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失礼します。すずめ、大変だ。何？这样子不会周末要留下来加班吧？按照这个事态下去，哦，越来越乱。一个人的家里的整洁程度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心是不是杂乱无章。ごめんな、鈴子。苦しかったよな。我说他跟庆司白天在工作上可能不好意思有什么过多的交流，晚上还是可以聊聊天什么的啊。土曜まであと一息よ。すずめちゃん。はい、問題ありません。これだけの激務をみじんも感じさせない全能っぷり、マジで尊敬する。你不知道的是，他也焦头烂额。そうです。新商品プロモーションの件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。怎么样？看着他的屁屁，是不是有点心动？哎呦，什么时候给他画一朵花了？終わった。你今天晚上要睡好哦，不然明天又没精神。何着ればいいんだっけ？全部都是西装哦。你的列表上不是也有一条想要穿一些除了西装以外的服饰吗？哦，还是有其他衣服。干嘛？也还好啊。だ。お疲れ様です。ダサいって言いたいんだろう。はっきり言えよ。クソダサいっすね。はっきり言うなよ。但是我才觉得你今天黄绿色上衣会不会有点饱和度太高？なんで八景島シーパラダイス？俺シーパラ来たことなかったんだよ。仕事のためにも一度くらい行っといた方がいいかなって。仕事人間。嘘をついてしまった。所以他选这里的真正理由是什么？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赤ちゃんスズメクレープです。我要确保宝可乐饼，小雀你要吃自己的团队的。東條さん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て。これぞ見ててください。哎呦，哇，庆司是行动派的，真的。他大概也知道小雀不好意思去排队买那个，哦，所以自己去。はい、どうぞ。
いや爱。俺は別に。何遠慮してんですか。今日はそういう日じゃないでしょ。你的脸上明明就写着你很想吃。東條さんってファンシーなの好きですよね。あの部屋見たらわかりますよ。バレバレ。じゃあ食べましょう。お前取るなよほらほら向いて、こっち見て。取るなってはーい。这么近距离拍一定超丑。あ一番上あまずい这个不是可以两个人一起做吗？还是有点不好意思。哎、他们两个都不是那种会看到的手乗っております。小朋友，爸爸在帮小朋友拍照。なんで一人なんだってだから最後にめちゃくちゃ面白いです。剧组为了拍这幕等多久？还是自己巧的？怎么了？隔这么远？怎么中间一根锯子把两个人隔开？お土産は後ででいいかそうですね。ちょっとだけ完全抵挡不住欧米亚给的诱惑。買わないんですか。いいよ別に家里已经很多了。東條さんって自分にお金使うのためらいますよね。哦，我还以为他这么多娃娃，他是那种会舍得花钱，没想到他也是那种舍不得花钱的大叔吗？俺が前ゲーセンに取ったやつの。居然还要再买这个吗？はい俺だってスズメだし。哎呦，从此有了定情信物。やっぱり俺はこいつが一番可愛い。不知道是在指谁哦。一個買おうかなこのメガネのどうすか。哎呦，俺っぽいから。是なんだよその理由想要有一个玩偶代替我陪在你身边。俺が買いますよ。哦，真的好强势啊！ずっと飲みたいと思ってたんだけどさちょうだい。喂，あんま。人家的饮料你就直接这样对吸管喝。風強いな两个人总觉得中间还是隔着一条河。ありがとな今日すげえ楽しかった気まぐれでもさ哎呦，开始舍不得了哈。倩丝也觉得有点难过哈，怎么他付出成这样了，他还觉得自己只是一时兴起。我这雨也太大了哈。没有想到你们的师生诱惑居然是发生在海洋公园。初めて見たよく見えないけど。そんなに目悪いうん。戴上眼镜像斯文败类，拿下眼镜就解开封印。你不要这样啦，这是故意的，倩丝。気まぐれじゃないです。闭眼。哇！哎，倩丝在克制哎，她不希望小雀因为这一时触动的吻，后面又远离她。キスされるかと思った哎，有没有觉得你这失望的情绪意味着什么？これからが楽しみねすずめちゃん。本集一样充实，一样有趣。从一开始，一个闹钟揭开了一整周的序幕。明明距离约会还有5天的时间，小雀却已经开始紧张，已经开始胡思乱想了。没想到一到公司，一阵慌乱，直接把他从那个情绪里面拉了回来。本来慌乱的工作状态，那是所有人都不希望发生的事情。可是对小雀来说，这个慌乱的工作状态来得还真及时，这样他就没空再去胡思乱想。同时呢，也因为周末的约会，让他在慌乱的工作里面不会看不到生活的希望，想着周末就可以出去玩了，那工作好像也就不会这么辛苦了，只要再努力个几天就可以放松了。后半段两个人在海洋公园约会的过程啊，有一件事情一直引起我的注意，就是
导演好几次让他们两个距离的很远，然后在构图上还用一个东西把它中间隔开。这种镜头语言通常都代表着这两个人有一点隔阂。那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他们两个玩得那么开心，是有什么隔阂？那到后面我们就明白了，他们就是还没有心意相通啦。小雀这个时候虽然玩得很开心，但是他一直担心庆司只是一时兴起的。虽然说有庆司这个年下帅哥带着他体验不同的事情，这样子的生活每天充满惊喜，可是他也害怕这个终究不是常态，终究有一天庆司要离他而去，他要回归一个人。庆司在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也觉得难过，怎么我都付出成这样了，你居然还觉得我是一时兴起的？是，这就是两个人有一点没对齐的地方吧。于是后面就借着这个差点吻上的吻，让庆司再次表白了自己的感受。一般来讲，故事很常见的表白方式就是用接吻来表达感情，但是在这边有一点反套路的是，他用不接吻来表达自己的真心。庆司用他的克制的行动告诉小雀，我绝对不是一时冲动，所以我不会做出在冲动之下接吻这种事情，我对你是认真的。我觉得这个细节其实也恰恰体现了这部剧的魅力。两个成熟男人的恋爱不再只是情欲的诱惑而已，而是在彼此身边的陪伴，是对彼此的了解，是我跟你牵着手一起把这条路慢慢平稳的走下去。行了，这集就看到这一边。自己讲完，突然觉得好像是还没有必要上升到这个高度。这部剧总共12集，我们现在看完的1/4，就接着往下看，两个人一起走的路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惊喜？下次见，拜拜。